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叫许梅，是个职业女强人，但是却被冠上了不下蛋的母鸡这个骂名。在婆婆一次又一次去公司大闹后，我不得不暂时辞去工作，安心备孕。回到家后，婆婆也不安分，天天喝着乱七八糟的求子秘方，被迫跟老公进行房事。更无语的是，每次过后我去厕所，我婆婆总会堵在门口，不让我进去。许梅，你干什么？你又想上厕所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浪费我的求子好药，今年之内你必须怀个孩子出来。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不仅害得我李家无后，还让我在小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婆婆又用她那张尖酸刻薄的脸对我骂骂咧咧，这种次数不止一次了。但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和睦，我只能选择忍让。而且这种没有情绪的方式，只会让我从骨子里面感觉到厌恶。我好像是在为了完成任务一样，毫无快乐可言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必须跟着我儿子去医院，去市里的一家妇产医院。那里面的医生个个都是专家，好几个人都从那里面怀上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听闺蜜说，去医院检查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想要恢复调理，不用进行房事。然而，当我来到这家妇产医院，看见走廊的工牌上挂着的都是男专家时，我又退缩了。我脸色有些不好看，拉了拉老公的胳膊，打起了退堂鼓。老公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这里都是男医生。声音很小，却还是被耳尖的婆婆听到了。许梅，你在这里立什么牌坊？男专家怎么了？男专家看得好，哪像女的没用？婆婆说话时还别有深意地扫了我一眼。妈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自己不是女的吗？本来也不想跟她吵嘴，实在是她说的话太难听了。好了好了，轮到你了，你少在这里废话，赶紧进去。等一会儿，你最好好好给我配合医生，别耍你的大小姐脾气。婆婆连推带搡的赶我进治疗室，还在背后不耐烦的吐槽，搞得好像人家医生都想看她一样。妈，你就闭嘴吧，少说两句。心头的烦闷越来越重了，我只能忍着憋屈走到诊室里面，脱裤子，岔开双腿躺上去。护士说完这句话就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我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，也不得不强忍着羞耻脱光裤子，岔开双腿躺上去，心里一遍遍祈祷着，等一会儿来的一定是个女医生。然后那个医生进来后，我有些傻眼了，竟然是个文质彬彬的男医生，而且他一进来，目光就直盯着我的那个地方，赤裸裸的查看，简直要命。我又羞又恼，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暴露在第二个男人面前，在心里一遍遍安慰自己，只当他是个医生。许梅对吗？我羞红了脸点头。比起医生的镇定，整个人又紧张又羞涩。接下来我将对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，希望你能好好配合。你的大概情况，李阿姨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她戴着胶手套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内侧，示意我放松。但是那一刻，别说放松了，我整个人更是紧张到身体紧绷。她将检查灯照向我，我感觉到了很温暖的热，灯很亮，她看到会更加清晰。一想到这，我的脸颊都在紧张到发烫。以前有做过什么妇科检查吗？我摇摇头，羞愤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的手指更是直接按在了边缘，冰凉的触感激得我浑身一颤，我全身血流都开始加快了。然后让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更难熬的还在后面，被陌生男人触碰。我羞愧得恨不得立马就逃，
但是他神情专注，尤其身上的白大褂更是提醒我不要胡思乱想。他是医生，我一遍遍地给自己心理安慰。为了怀上这个孩子，我忍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一直神情专注地盯着那个地方，好像陷入了思考。我心头的羞耻感确实怎么也压不下去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这个医生的呼吸越来越重了。在他关注的目光下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我的小腹涌出来一样。我竟然起了反应，我紧紧攥住床沿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在我快要受不了这种目光时，他动了，他竟然用双手撑开，要开始检查。一瞬间，我下意识地想要夹紧双腿，但是却被冰冷的东西挡住。我低头查看，以为他是放进去了扩张器，可下一秒，我的脸再次烧了起来。他手里拿着的竟然是阴超棒，浓浓的羞耻感把我整个人裹挟。谁来告诉我妇科检查要经历这种折磨吗？不用担心，你的结构没有任何问题。肉眼观看的话，接下来我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。他的声音冷冷清清的，竟然很好听，还很严肃，只是戴着口罩，我看不清他的神情。我在心里再次安慰自己，不要想太多，安心配合检查。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他直接拿着仪器放了进去。我难受的竟然情不自禁的想要哼出声，好在我死死咬住牙关，才没让自己出丑丢人。羞耻、紧张、害怕，各种情绪交集，我只能期盼这过程能够快一些。但是人在紧张的情况下，时间好像会越过越慢，有种度秒如年的错觉。他取出窥镜，在玻璃片上抹了抹，把玻璃片放到显微镜下看。由于它的刺激，我感觉那里更加湿润了。我面前的墙上有很大的显示屏，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结构。它竟然又开始转动了，我不由痛地呼出声啊！倾泻，痛！喊完，我感觉脸颊一阵发烫，声音竟然带着轻颤。我埋着脑袋，不好意思去看医生。正常，你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他声音淡淡的，很温和，带着安抚的作用。我一直在自我安慰和深呼吸，但是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熬。你平时一直会这样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有些难为情。我已经很久没像这样湿润过了，但是我又有些难以启齿。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没有前戏，又没有情绪和那个心思的原因。但是这一刻，我盯着显示屏上的银丝，浑身都在发烫。我清楚自己的身体，这分明是自己情动时的样子，情不自禁地想要夹紧双腿，身子还从心底都在发软，心头更是痒得难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放轻松。医生的声音更加温和了，就好像是情人之间的问候。我的身体竟然更敏感了，大脑竟然不受控制，开始思考。这医生的声音这么好听，如果在那个时候喘息或者喊出来，会不会直接叫我难以忍受？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那样。反应过来自己想了什么后，心底又升起不住的难堪。我竟然在这种时候幻想起了和医生那样，脸颊通红一片，身子更是软得一塌糊涂。不仅如此，脑海里张扬的欲念越发难以控制了。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泛滥成河了。天哪，我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可理喻，但是这种感觉又很奇妙。外面还能听见老公打王者的声音，而里面的我竟然如此羞耻地想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红着脸看着一本正经的医生，又觉得自己很无耻。但是这种情况，我实在是难以控制，而且这种莫名的渴望和欲望越来越严重了。
因为他温热的手指按在我的小腹处，那个地方的力道好似会蔓延。理智和欲望开始在心底打架。理智告诉我正常一点，不要做个疯女人。我的老公还在外面，婆婆也在，我不能在这里面对着陌生的医生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但是我总觉得寂静的环境下，我听到的不仅是自己加快的心跳声，还有一种咽口水的声音。虽然我也很口干舌燥，但是真的不是我发出来的。难道是这个斯文的医生对我也有这种幻想？这个念头一出，我浑身更是滚烫到发软。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他依旧神情严肃，戴着眼镜，很是像那么回事。口罩被他的鼻子高高顶起，我想他的鼻子很大。闺蜜说鼻子大的男人一般。我呸！我忍不住在心底狠狠地吐槽自己的胡思乱想。然而下一秒，怎么也忍不住的羞耻声从喉咙溢出。我急忙捂住嘴巴，睁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下面。他竟然将2根手指探了进去，那种羞涩的忍不住的尖叫，更是被我死死地捂在嘴巴里，硬生生转变成了带着喟叹的闷哼。怎么了？很痛吗？我的反应让他抬头看向我。红彤彤的脸蛋肯定被他尽收眼底，我实在是羞耻，忍不住想哭。明知故问，我又羞又恼，但是看他这副无辜的样子，又不好意思发作，甚至尴尬地觉得他就是故意这样逗弄我。但是从他的表情里实在看不出异常，不过要忽略他的动作，我不敢分心，死死地捂住嘴巴，生怕再出丑。但是他的手指又细又长，还很有技巧，竟然比我老公那玩意还要舒服。这种难以启齿的妇科检查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。天哪，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出来了。此刻我已经羞恼的不止脸颊通红了。我本就是个性欲望极强的人，但是我老公自己不中用，不到2分钟。所以对这档子事除了得不到满足，更多的是无能为力。所以每一次面对又快又短的他，我总是没感觉，怎么努力也没用。然而今天这次妇科检查竟然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，我甚至开始渴望它停留的时间再长一点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抽了出来，只留下身体的空虚和寂寞。好了，有一些炎症，一看就在这个地方。他一边脱掉手套，一边替我指着显示屏上的那个位置。但是我现在已经顾不上去看了，只能胡乱地点点头。医生，那这严重吗？我忍不住问出声，但是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带着一股酥软的沙哑，很是暧昧。我的脸颊更烫了。好在他没有发觉，自顾自洗手，淡淡道：“问题不大，我等一会儿会给你开一些药，你回家以后按时吃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又惦记着怀孕的事，但又对老公的同房有些没兴趣。正纠结着要不要问出声时，就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，主动开口：“回去以后先吃药，1星期后还得过来检查。”这一瞬间，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理智上，我真的再也不想面对这种羞耻的检查了，但是心底又隐隐有一股感觉，期盼着这种刺激又特殊的检查带给我的欢愉。见我愣着不动，他淡淡的开口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”我急忙点头，胡乱地开始穿衣服，只是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。这个的时候，我手里拿着的丁字裤恨不得让我找个地方钻进去。天哪，为什么这种尴尬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？老公他非但那啥，还事情多，每次不到3分钟，但还是折腾我穿上这种情趣东西给他注浴。原本今天早上是要换的，
但是婆婆一直急不可耐地在门口敲门，见我迟迟不去开门，她竟然直接进来了。那言语指责我磨磨蹭蹭的，如果我知道会造成现在这种尴尬，我肯定一大早再怎么直接也要换掉。但是现在后悔已晚，我用尽生平最快的力气穿上裤子，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出诊室。我立马扑上来，跟着医生问东问西：“医生啊，我儿媳妇检查的怎么样？”她紧张又关切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，并不觉得她是在关心我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先回去治疗炎症，等过段时间再来检查。医生淡淡地对老公说：“过来跟我去开药吧。”不行，等一下。婆婆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，看着她那张尖酸刻薄的脸，我总觉得她又要闹事。这次吃的又是什么药？为什么她会有炎症？你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儿子在外面乱搞了？婆婆但在医院的走廊里将矛头指向了我。本来充当隐形人的我一脸懵逼，什么叫我有炎症？就是在外面乱搞了。妈，你不会说话，能不能不要说话？我语气有些冷，要是他是个平辈，我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。看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是不是被我这个糟老太婆说中，恼羞成怒了？与我这个没有文化的婆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每一次跟她说话，不是在胡搅蛮缠，就是在撒泼耍赖，还总能把人气个半死。我这一次我还没有开口，医生就大声说：“李阿姨，这你就说错了，反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不信你现在跟我进去检查一下，你也有。你怎么能把这种事情跟那些事情扯在一起呢？”噗！我忍不住在心里给这个医生竖起了个大拇指。看在她把婆婆说的老脸通红的份上，之前的事就不跟她一般计较了。不对，人家本来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反倒是我竟然对着她想入非非。而这个时候，她已经摘下了口罩，我刚好看见了她鼻子真的很大。一不小心，我竟然站在医院的楼道里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开始了胡思乱想。她的手都那样舒服，那如果换作是……天哪，简直不敢想。我怕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控制不住，但是婆婆还是没打算放过我。这么多人面前，她还是要丢人现眼。她就是结婚前跟别的男人打过胎，你才导致结婚3年一个娃都怀不上，真的是可怜了。我为老李家为她的臭不要脸买单。看着婆婆一脸嫌弃的胡说八道，我真的忍无可忍。楼道里面有不少人对着我指指点点，看笑话。老公也是站在旁边一言不发。结婚的时候，我明明是第一次，他知道的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偏偏当作没听见一样，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。这一刻，我对这个男人无比失望。在他的面子上，我一次又一次忍受他这无可理喻的妈。现在他倒好跟他妈站在统一战线上了。妈，要是胡说八道诬陷我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还有，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了，要是您实在看不上，我就直说离婚，少在人前胡说八道，人后闲言碎语的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我甩下这句话，直接离开去了公司，无视身后骂骂咧咧、气得脸色铁青的婆婆。以前没觉得我的老公没出息，是个妈宝男，我也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那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该婚嫁了，家里催得紧，又看他正好老实巴交的，所以就结婚了。他妈妈那个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要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妈还一老跑到我单位殷勤地给我送午饭。那时候他对我好的就跟亲妈一样，逢人就说他家未来儿媳妇可有出息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他家吃饭的时候，他不但做了满桌我爱吃的，但是在老公吧唧嘴我皱眉的时候，
狠狠地拍了一下老公的手，让他注意点形象。有时候我感觉婆婆就是个解语花，什么时候都向着我，所以毫不犹豫的我就嫁了。婚后刚开始也还好，没有住在一起，倒也是和和睦睦的。但是这2年事情越来越多了，以往她怎么说那些难听的话，我也就没往心里去。但是今天她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忍无可忍。老公的态度对我来说也有些受不了，不指望他毫无条件地向着我，但起码要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吧。可是他没有，所以这段婚姻让我感觉到迷茫。之前辞职的时候，老板给了我半个月的时间，他劝了我很多次，说如果我想通了，随时可以回来上班。所以这一次我想通了，虽然我也想要个孩子，但是工作我也不会丢。而且老公现在的态度让我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家里备孕了。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向自己做主，没有跟他们商量。但是当婆婆知道我又重新开始回去上班以后，她顿时不乐意了，当即就开始躺在客厅的地上，开始鬼哭狼嚎。天哪，我们老李家这是娶了什么样的一个儿媳妇啊？这就是重新想让我老李家为他的错误买单啊！老头子啊，我没那个脸在死后去面对李家的列祖列宗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他每一次都是这个招数，撒泼耍赖，用惯了百试百灵。到这一刻，我就觉得是我给他惯的臭毛病。老婆，你干嘛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他有些头疼地看着我，语气很是不满。呵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商量？这是我的工作。换工作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？妈换老头子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？这个家一向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吗？凭什么我的事情就得事事听你们的？我忍不住冷笑，有些失望。以前的时候，有些事我可以不放在心上，是因为我懒得去跟他们计较。我想让这个家和和睦睦的，但是现在不让这个家和睦的人不是我，或者说一直都不是我，我只不过是没有生孩子而已。再说，这不一定就是我的问题，是每次只要我张口让老公一起跟我去检查时，他就一脸不耐烦地说，不可能是他的问题。为了害怕伤及他的自尊，我只好不提。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？快点，妈在那里哭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还不赶紧去轰轰！呵，我真的气笑了。张俊，那你看清楚了，地上撒泼耍赖的这个人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凭什么要我哄？再说她哄得好吗？一次不是像个喂不饱的白眼狼一样，每次不是金银首饰就是红包转账，我哄不了了，谁爱哄谁哄，2天一次小闹，3天一次大闹，所以过不下去可以离婚。他妈在这里联合起来折腾人，我早就拉出来了，收拾好的行李，我要出差一趟。刚好我出差几天，自己想清楚。我摔门离去时，婆婆还一脸错愕地坐在地上，仿佛不敢置信我竟然这么做。就是每一次我太惯着他们了，所以让他们当成软柿子捏，把家庭当工作一样处理的时候，我反倒看得更清楚了。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惯着了。他们对我的那个态度也不值得我点头哈腰的去对他们。出差的第1个晚上，我陪客户喝了一点点酒，晚上的时候看见手机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，心底忍不住泛起了苦涩。3年了，这场婚姻好像早就没有了爱，更别说是有激情。但是我的手机上却有一条添加好友的信息，我看了一下微信头像，是一个动漫的医生头像，有些纳闷，却还是同意了。脑海里想的是今天的那个医生，一想到他那双骨节分明的大手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夹紧身体，内心的空虚和欲望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放大了。
我忍不住脱去衣服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脑海里发生的那些事情，身子里面的燥热就好像是翻涌的热浪一样，让我情不自禁地夹紧双腿。你好，许小姐，我是你今天的检查医生。微信刚通过，就有一条信息发了过来，想到竟然真的是他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但是不知道他发信息是有什么事情，又不知该如何回复，所以我静静地想着话语，海里却总是在胡思乱想。那个你今天在检查落了一样东西，不过我帮你收拾起来了，你下次检查可以带回去。很快他又发来了第二条信息，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说的丢下的东西是什么。当时没拿手机，也没拿包，不可能丢下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忍不住嘴贱地问了一句：周医生是什么？但是这一次那边好久都没有回复，忍不住翻看着他的朋友圈，但他平时喜欢做一些健身，去健身房跑步那些，真是个自律的好男人。看着他朋友圈里面的照片，我仔细地欣赏起来，他个子跟身高有1.8米左右，而且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穿着背心的时候，肌肉竟然那样发达，那双有力的臂膀看着就让我心跳加速。其实隔着衣服都能看得出他宽窄有度的曲线，都算得上是个完美的男人。而且看他朋友圈表现出来的样子，好像还是单身。我忍不住开始对这个男人越发欣赏。借着酒精的刺激，我慢慢地将手探进更隐秘的地方，那里真的急需发泄。我羞耻地发出闷哼，脑海里像个荡妇一样幻想着不可能的人。今天给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本来不想去管，但一想到有可能是医生，所以我拿起来一看，竟然发现他拍过来的照片竟然是我粉红色的小玩具。那一瞬间我面红耳赤，全身血液都好像在倒流。天哪，我的这个东西竟然孤零零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。这一刻我好像整个人被扒光了衣服让他看一样，真的好羞耻，怎么办？想要开口解释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要怎么解释说这东西不是用来干那种事情的吗？还是跟他说是因为我老公不行，所以我偷偷地买了这个小玩具藏起来用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如此羞耻。早上用完的时候害怕被婆婆看见，我随手掏出来放无菌盒，装在兜里了。一天之中被他发现了这么多次，尴尬，我都不知道下次要怎么去跟他做检查。但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做检查的日子。不过这一次老公没有来，是我自己去。相比上一次的检查，这一次我有些轻车熟路，而且也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只是更加害羞而已。一想到我用来那啥的小玩具还在这个医生手里，我更是害羞的不敢直视他。然而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进来的竟然是4个医生，他竟然还带着3个年轻的实习生。但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跑好像已经来不及了。在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，检查开始了。而且这一次在我和我的身体之间围了一个帘子，我并不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。我有些不解，周医生却淡淡的开口，由于这一次的检查需要用到高密度的仪器，请许小姐好好的躺着，不要动，没有叫你起身的时候也不要起身。再然后隔着帘子，我看见他的身影动了起来。老师，他这个是我们来还是您来？有个实习生生疏地问道。天哪，我真的想开口打断，不要让实习生来。上次周医生生疏的技巧就已经让我难受的饱受折磨了，如果这一次还是一个实习生来，那我如何受得了？他这个里面有个地方有些糜烂，
我来吧。我瞬间松了一口气，却又不敢乱动，只能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下一步动作。隔着帘子，我可以看到我身下有几个男人的身影在晃动，身体里面的荡妇瘾就好像被勾起了无限欲望。我很想说我不检查了，我想出去，但是同时我又不想一直被带上下不出蛋的老母鸡这个名声。我自己也很想要个孩子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他们只是医生，在医院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每天见过很多，不会对我产生其他的想法。我也只能一遍遍这样安慰自己，降低心里的紧张和害怕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很冰冷的东西直接塞了进去，带着冰冷的触感直接插进我的身体里面，又开始搅动起来。啊！毫无征兆的，我又发出了那种羞耻的声音。随着仪器在里面转动，身体里面的冲动竟然被慢慢挑起。我忍不住夹紧双腿，浑身都在微微轻颤。许小姐，放轻松。对，你放轻松一点，你夹到我的仪器了。你这样夹住我，没有办法检查。许小姐，放轻松，你就当普通的检查，没有这么多性激反应。啊，天哪！我真的羞得如同煮熟的螃蟹。性激反应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？在检查的时候出现了性激动反应，还被4个医生盯着看，提醒、警告。我真的又羞又恼，但奈何身体就是不受控制，随着他们的动作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叫出声。我死死地咬着唇，又捂着嘴巴，才不让自己发出声。此刻我脸颊绯红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，我的反应实在是既羞耻又敏感。我不得不庆幸，此时此刻隔着帘子，让我看不清那些男人的眼神，不然我怕我更加受不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随着他的动作，我的欲望竟然越来越大，甚至又羞耻又放荡的想让他不要停。浑浑噩噩的，我感觉那个仪器突然被抽了出去。那一瞬间，我竟然夹紧双腿，想都不想让他离开。但是短暂的停留了一会儿，又有别的东西放了进去。这一次的触感完全不一样，滚烫的吓人。天哪，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样子吧？有那么一刻，我感觉这个东西和我老公的很像，甚至比他的还要长。老师，他这反应也太激烈了吧？这个声音突然响起，吓我一跳。但是此刻我已经过不想乱想了，因为那一道很强硬的力道竟然将我冲上了云端，就好像在坐飞机一样。且这一次检查的手法更加让我心惊，死死地咬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那种羞耻的破碎声。感觉有什么东西开始剧烈地搅动风云，甚至我还听见了滋滋的水声的同时，伴随着男人的抽泣和吞咽声。我又羞又恼，恨不得打断检查，但是我又实在舍不得这种感觉。此时此刻，我迫切地想要有人能狠狠地征服我，不仅限于如此官方的紧张，但是他的力道也在慢慢地加重，让我愈发欲罢不能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大脑控制，我竟然开始贪恋起这种感觉。然而就在我刚刚进入正题时，那感觉竟然又没了，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甚至就连围帘也被拉开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检查完了，许小姐可以稍微等一下检查结果。说不出为什么，心里竟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，而且还特别难受。但是他们已经一个个走了出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治疗室，身上难受的要死。我忍不住将手慢慢探了下去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那道被关得严严实实的门竟然又被打开。周医生，他竟然去而复返。他有些错愕地看着我，炙热的目光一直看着我的手，甚至我在他的目光中看见了一种想要取而代之的渴望。
我的身子剧烈颤抖，指缝沾上了水渍，而我竟然很清楚地看到周医生舔了舔唇。这一刻，我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形容现在的心情。羞耻，前所未有的羞耻。我还从来没有一刻在做这种事情上被人发现过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拿开也是，不拿开也是，怎么做怎么尴尬。可偏偏他的视线一直盯着不放。那个周医生有纸吗？在这种尴尬的时候，我突然冒出了这样社死的一句话：有。他的声音很温柔，听起来也很好听。然而，更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竟然红着脸，从一旁拿了不少纸放到我手上。这是李阿姨给你送来的离婚协议书，她说让你签了。还有这张卡里是分给你的钱。他将一份文件放到旁边的那张空床上，然后落荒而逃。他刚刚看我的眼神怎么看怎么带着同情。天哪，真的羞死人了！不对，我竟然被离婚了。不过离得好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没有了做那些事情的心思。我穿上衣服，平静地看着旁边的离婚协议书，忍不住苦笑。3年婚姻，我自由了。我出去的时候，周医生竟然站在门口，吓我一跳。见他，我脸色竟然又不自觉地红了起来。不过他倒是一脸平静，没有丝毫异常。你没事吧？竟然关心我，这让我有些诧异。没事的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周医生，所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检查报告的时候，我坐如针毡。好在办公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不在，无聊地翻着手机。我也没打算给他打个电话，既然他跟他妈都做得这么无情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说离婚就离婚，好得很。不得不有些庆幸没有辞去工作。这时我才刷到婆婆的朋友圈，儿子新找的女朋友很漂亮，温柔大方，我很满意。我沈笑一声。这一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因为那个女人我见过，曾经来过我们家好几次，是婆婆的瑜伽教练。一个离婚的女人，看见她跟老公坐在一起亲密的互动，我有些恶心。原来婆婆从那个时候就物色好了，就等着逼我走。我看老公如今的这个样子，她竟然也喜欢得很。罢了，3年感情就当喂了狗。我不觉得离婚是什么不好的事，反而是新的开始。但说不难过是假的，毕竟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跟我爸妈他们说。这时候婆婆打来电话：许梅，我们家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啊！我的离婚协议还没有签，他们就已经趁着我出差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无缝衔接，做到这个地步，真的就有些无耻了。还有你的东西，我都已经给你打包好了，在楼下的菜鸟驿站，你自己过去拿。那卡里面的2万块钱算是给你的补偿，就赶紧在离婚协议上面签字。我儿子还忙着领证呢，我这个老太婆可是迫不及待地等着抱孙子呢。他的言辞依旧恶心的让人想吐。今天心情很压抑，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然而当我抬起头时，却发现周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单站在门口，他看向我的眼神还是带着同情。这到底是什么运气？每次尴尬出丑的事情总能被他看到。你别难过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他带着安慰的口气让我有些惊讶。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你是可以生孩子的。我想的那个样子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有个人注定要失望了。从医院走出来时，我还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。由于之前7天的连续出差，公司给我放了3天的假期，刚好我可以趁着这3天的时间，把所有的事情都算个总账。3年的时间拿2万块钱打发我，我可以不计较。
但是我离婚协议都没有签，就往我头上扣绿帽子，这件事我认不了。还有我平白无故被婆婆骂了2年不下蛋的母鸡，这笔账我忍无可忍。只可惜我不想打草惊蛇，不然我还真想让老太婆看看有问题的人是她儿子的时候，她会是怎么样的一副嘴脸。我当即带了货拉拉去了小区楼下，还有事先准备好的横幅。离婚协议还未签，婆婆不及待为子奈妾，顺便覆盖上了他们3个人的照片。我只是稍微打了一点点马赛克，是小区里面跳广场舞的大妈，不会不认出那个人是婆婆。我拿着检查报告，很高调地进了小区，一路上碰到了好几个大妈，是跟我婆婆关系比较好的。他们问我是不是从医院回来时，眼神里面还暗自带着嘲讽，知道我婆婆没少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次我会一次性还回去。那几位大姨，我从医院回来了，但是医生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是可以怀孕的，是吗？那真的是太好了。你婆婆想要抱孙子已经很久了。一个大妈语气有些阴阳怪气地说，我知道他们不相信，所以我当着他们的面展开了检查。阿姨，还有这是我的离婚协议，我张俊离婚了，今天是我来搬家的。阿姨，你们说我拿走这个家里面的家具过不过分？按道理说，婚内出轨是需要净身出户的，但是我不需要他净身出户，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啊，家具全是我买的，所以今天我全会搬走。见我说的一脸真实，这几个大姨一脸八卦的继续问，怎么回事呀？张俊婚内出轨了？对呀，是我婆婆带着他一起。今天早上婆婆还打电话让我赶紧签离婚协议呢，还让我拿着那2万块钱走人。但是那2万块钱是我自己放在这个家里面的备用金，所以本来就是我的工资。3年来，这个家里面所有的开销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但是这些我就不计较了。家具那些我肯定是要带走的。还有几位大姨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吧，我的东西都已经被我婆婆搬出来了，说不定那个家里面已经有新的女主人搬进去了呢。我说的毫不夸张，因为我知道我婆婆的德行。说完这一切，我懒得跟这些大妈一起聊八卦，去办正事了。但是我知道，自从今天开始名声扫地、臭名远扬的人就不会再是我。至于有没有人告诉不能生孩子是张俊的问题，那就不是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了。我带着货拉拉的司机搬空了我买的所有的家具，包括厨房的锅碗瓢盆。刚好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单身公寓，只是手头有点紧张，就没有置办家具。我花了1上午的时间把这个家彻底搬空，潇洒离去。当天晚上，前婆婆跟前老公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不过我一个都没有接，他们不停地换号码骚扰。没办法，我接通的时候，婆婆在那边骂骂咧咧，骂我的话直接粗鄙不堪到无法形容。我笑了笑，大妈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婚内出轨是需要净身出户的。很巧不巧，你儿子带着小情人搬到家里的视频，我已经物业那边调取了，还有你朋友圈里面的那些照片，也会是我起诉的证据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离婚协议给你吗？那就是因为我害怕你这个死老太婆会无理取闹。搬走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所以也应该是我的，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你要是继续纠缠，那我就将走法律程序，让你儿子净身出户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还有1星期后，民政局见。这下子耳门算是彻底清静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却觉得有些无聊。直到周医生主动找上门来，
他给我发了我的那个小玩具，说上次草率没有来得及给我，问我在哪里，他有时间刚好给我送过来。刚好一个人有些睡不着，我喝了一点点酒，所以头脑一热就给他发了位置。然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真的来了。穿着便衣的周医生竟然异常迷人。他敲开门的时候，手里还带着一些水果，不好意思，拿了东西就赶他出去。我也只好请他进来坐坐，但是坐在客厅里面，家里又没有什么饮料，所以我给了他一瓶啤酒。这时我却发觉他的目光很是炙热，竟然一直盯着我的领口看。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没有穿内衣。在家的时候，我一向比较自由随便，我的身材一直很火辣，亦有些短领口，有些 V。随着他如狼似虎的眼神，我竟然有些口干舌燥，尤其酒喝的有点多，脑海里面更是情不自禁的想的全是那些羞羞的事情。我已经压抑了很久，所以对于主动送上门来的这个男人，我有些饥渴难耐，而他的目光也是如狼似虎。四眼相对时，两个人心照不宣。这一晚我们两个人喝了不少酒，他醉醺醺地拉着我聊了很多。原来他竟然也是单身。他说他对我有些感觉的时候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心底的欲望一下子将理智彻底焚烧，拉起他就朝我的大床上面走去。我将他要倒在床上，解开了他的衣扣，笑得很是蛊惑。周医生，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医治结果？他一下子将我压到身下吻了上来，肌肤我感受到了他那一处的滚烫，只是我可不想这么着急，所以我乖乖地将他推开，共同地脱掉他的衣服，然后给他换上了我最新准备的那件女仆装。这件衣服果然穿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，两只猫耳朵看得我难受得紧。我将他推倒在毛茸茸的地毯里，借着酒精从旁边开始吻他。一夜荒唐。第二天我醒来后，身旁已经空了，他竟然跑了。不过我也刚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我跟张俊离婚了，他迫切想娶别人，所以离婚很顺利。我彻底斩断了跟他所有的联系。总会有人告诉他，有问题的人是他，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他，而且现在那些广场舞大妈背后笑话的人更是他。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见一下周医生，看看他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被公司派去了出差。那到底算什么？一夜情还是？好在虽然出差，他也时不时地给我发信息、打视频。我好像再次陷入了热恋，和我的妇产科医生。第3个月的时候，我竟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去了他的医院检查，只是这一次没有那些羞人的检查，他只是帮我做了个 B 超。不过在得知他要当爸爸的那一刻，他竟然脱下大褂就要拉着我去领证。美美，我们先去领证，还是见父母？你爸妈喜欢什么样的？会不会不喜欢我啊？走到一半，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，惊呼道，从头到尾有些一脸懵，但是这种喜悦真的让我激动得想要跳起。领证，我默默地跟他说了这2个字，一下子他更加欣喜了，有些臭屁的在我耳边说，怎么样，我的医术高明吧？我就红了脸，掐了一把他的腰。他却有些不要脸的在我耳边说，宝贝，光天化日，朗朗晴空，虽然是在外面，但是你要是想车震就直说嘛。天哪，这个人好无耻，怎么办？但是我好喜欢。这一次车子晃动着的是我满满的情欲和幸福，从未有过的快感，一遍遍带着我的身体冲上云霄。它每一次都能持续很久很久，而且它证实了我所有对他色色的幻想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2个人才心满意足地燕足去领了证。
接下来，他开始操办见家长结婚的事情。久的将来，我们会迎接一个属于我们的宝宝。至于其他人，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我们会狠狠地幸福下去。很庆幸在这次羞人的检查里拿下了这个万恶的妇科医生周医生。承蒙不弃，余生请多多关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